你对他是爱还是可怜？爱。你还爱着是吧？我一点都不那个。明白。现在特别好，我在台北陪孩子，我生意啊事业特别好。对，知道这个知道。但是呢，大 S 呢最近她很阳了，我特别担心她的身体，她的身体非常不好。但今天阿姨跟我说，她怎么样，然后我会特别担心她。哎呀，小飞哥呀，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吧，既然过去的事情了，咱就当它过去吧。他不也有家有新家了吗？那不是，那跟他们，那跟我在一起时能一样吗？哎呀，你这，对呀，那肯定不一样。哎呀，所以我到台北来带着孩子，我看他这样，我肯定心里不痛快呀，我也不会让他受这个苦啊，难受。我看着孩子他妈现在阳了，每天咳嗽，每天难受，我就是想照顾他，没办法。咋整啊？那你阳那会儿谁照顾你了？你难那会儿谁管你了？你难那会儿人家咋收拾你的？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？昨天我跟我前丈母娘吃饭，看见了吗？我看见了。那你分析分析为什么我跟她吃饭？我当时很震惊，而且您还带着您父亲去。你分析分析，为什么跟他吃饭那么开心呢？我真的，当时我很费解，我真的很费解。我说怎么你这么清醒的人为什么还要费解呢？那么清醒的人，我清醒，但是我因为我不敢相信，我怎么还能在一起吃饭呢？我说这也太，对吧？太大度了吧！而且大家都特别和谐，就彼此在一起感觉像一家人一样。我说我太羡慕了。你说我下一步怎么办吧？你说，你说说。第一，我给你几个论点啊。第一，那个光头根本不在台北住，他跑了啊。第二，大 S 身体不好。OK。第三，孩子每天跟我在一起。第四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那是我前妻，我不会放下她。你对她是爱还是可怜？爱。你还爱着是吧？我一点都不那个。明白。你要再复婚吗？对呀。不好吗？会不会让人觉得对于那个大 S 可能大家会觉得怎么回事呢？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的，大家都会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包括对您来讲也不好啊。汪小菲带爸爸出行后续来了，你看我们这么其乐融融的。汪哥，你也太客气了吧！日前，汪小菲罕见公开带爸爸出行的画面。我们刚刚出行啊，后期每天还有后续给大家。原来汪小菲口中的后续是来台北跟 S 妈相聚。汪小菲跟前丈母娘相处的真好，前丈母娘咱们后天再约啊。说爸爸跟前丈母娘黄春梅也有4年没见面了。S 妈对汪大爷好热情，手搭汪大爷肩膀热聊，称呼汪大爷为光哥，没有4年没见面的生疏感。倒是汪大爷显得有点拘谨，汪小菲特意解释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对于汪小菲带爸爸见 S 妈此举，网友引发热议，表示汪小菲这是唱的哪出？担心张兰情绪。其实，在汪小菲带爸爸来台北前，一直在北京陪妈妈，还带妈妈出门玩。这次台北之行，张兰也是知道的。汪小菲带爸爸来，主要目的是看小月儿跟小玲玲，因为汪大爷也有4年没见孙子孙女了，期待汪小菲分享祖孙见面的温馨画面呀。我的人生没有在随我啊，都是随你。今天我们通过这个真人秀片段，试着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看汪小菲与大 S 的婚姻关系，以及能否看出2人日后离婚的一些端倪。你还要煮饭吗？还要煮饭？不是，我说你饭都盛完了。这段视频是一档真人秀节目，汪小菲与大 S 共进晚餐片段。有没有人觉得刚才大 S 在答复汪小菲时有一丝慌乱，至少是紧张了？还要煮饭？不是，我说你饭都盛完了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那么怕我吃东西啊？不是，我觉得饭这东西……如果大 S 此时的抱怨是第一次提出，汪小菲听到抱怨后的反应一定会是：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吃东西了呢？这里汪小菲的反应明显是2人之前就对吃饭这个事情有过争执。还记得前面我说大 S
紧张了的那个片段吗？还要煮饭？不是，我说你饭都盛完了。当汪小菲问还要煮饭的时候，大 S 的神经瞬间紧绷了一下。这场对话虽然是真人秀的一个片段，但一定是双方生活中矛盾的一个后延。我们看看双方是怎么解决这个小矛盾的。你为什么那么怕我吃东西啊？不是，我觉得饭这东西……然后我不吃东西，你又一直问我说要不要吃什么，要不要吃什么。这里大 S 不满的原因看似在于吃饭，究其深处，核心点在于大 S 不满汪小菲对自己的控制。把你给我，我这盛汤的。不吃了。啊，不吃了。汪小菲对大 S 的疑问没有做出正面回应，可以看出来，大 S 这时候有点生气了，在闹小脾气。那么汪小菲会有什么反应？真人秀节目组对汪小菲此时情绪的定义是手足无措，但我认为这样的定义是不准确的，有误导性的。从表情、肢体动作细节可以看出，此时汪小菲的情绪更多的是不耐烦，在压抑怒火。也许是当着摄像机的缘故，汪小菲的怒火没有爆发出来，但可以看出，这样剑拔弩张的对话，在两人中一定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你明明是做餐饮的，为什么不让你的老婆吃东西呢？你昨天还不是把我煮的咖喱吃掉？只管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短暂沉默后，再次提起这个话题，不管是内容还是语气上，大 S 相对还是比较克制的。大 S 这段话以讲道理为主，有一定说服力，是一种换位思考式的沟通方式，而且引用成语有一定幽默色彩在里面。我认为是大 S 缓和气氛，不想扩大事态的一种方法。只管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我怕放在那儿，晚上又被别人给吃了。反观汪小菲这边，语气听起来明显有点急了。要知道，现在讨论的只是吃不吃饭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而且是在摄像机前。我怕放在那儿，晚上又被别人给吃了。你说的就是我吧？不是，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过这种极端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就不吃，要不然就吃那么多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唐僧念紧箍咒的感觉？大家发现汪小菲与大 S 沟通方式的区别了吗？大 S 在沟通中以摆事实、讲道理为主，而汪小菲则更加偏向宣泄自我。我觉得，我认为，你应该，你不应该，这样表象的背后是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和极强的控制欲。也就是在汪小菲看来，自己认为对的，别人就必须执行，而自己认为不对的，别人就必须回避。所以我认为这段视频的核心不是做与反做，而是控制与反控制。大 S 做的表象背后是借着能否吃饭问题表达汪小菲对自己控制的不满。我觉得应该健康饮食。我觉得是饿就吃，不饿就不吃啊，这样不健康吗？所以我现在不能吃了，是不是？大 S 的这句话里有3分赌气，7分试探。此时如果顺着问题去回答，那么无论怎么答都是错的，因为女方在这个时候期待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而是解决问题的态度。我们来看汪小菲是怎么做的。随你啊，你想吃呗。汪小菲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大致是：你吃不吃，关我屁事。于是大 S 便说出了视频开头的那句话：我的人生没有在随我啊，都是随你。这句话应该是大 S 多年委曲求全的一次小爆发，而汪小菲听到这句话的反应是直接摔东西了。而后视频内画面再次平静，但这画面明显经过剪辑，因为画面前1秒大 S 吃东西时碗里还有半碗食物，而下1秒大 S 碗里的食物已经见底了。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？我猜测可能是争执后发生了一段时间冷战。那么现在双方会怎么为这段争执收场呢？汪小菲从大 S 身边走过，装作没看见。你准备给我白色的那个武器？大 S 率先打破沉默，注意大 S 的用词，把电蚊拍叫做武器。我认为这是大 S 情商高的又一体现，把电蚊拍称作武器，试图用幽默化解目前的紧绷
尴尬氛围。你准备给我白做那个武器啊？你要？念咒完全可以默念。我认为大 S 这里大声念咒的行为与将电蚊拍说成武器异曲同工，是通过类似自扮小丑的行为为缓和目前气氛所做出的努力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干嘛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干嘛？短短8个字，将汪小菲内心的控制欲显现得淋漓尽致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有想要立即终止大 S 念咒行为的意思。干嘛？有质疑否定念咒行为的意思。其实大 S 念咒这一行为并没有妨碍任何人，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让他自己做自己的事就好了。可在汪小菲这样控制欲极强的人看来，如果一件不符合自己想法的事情发生，第一反应就是以自己的喜恶为出发点，将其制止、扼杀，直至事情发展符合自己心意为止。所以即使是老婆念咒这样小小的事情，如果不符合自己心意，便急于打断、终止。那么夫妻相处几十年，生活中碰到的各种磕磕绊绊，大 S 究竟迁就过多少呢？这也是大 S 这个视频里说一直以来都是牺牲自己迁就汪小菲的意思。我要帮超度。有用吗？大 S 的行为动作很明显是想缓和气氛的。汪小菲面对大 S 的殷勤没有说话，此时如果用一个字形容汪小菲的肢体语言的话，我想一定是滚。让我们从这场冲突对二人进行一下总结。首先，对于大 S， 在我看来，大 S 聪明、美丽、大方、知性。视频中，大 S 虽然耍了点小脾气，但是无论处理矛盾温柔、克制的语气，摆事实、讲道理、换位思考的缜密逻辑，还是事后主动缓和矛盾的态度，都体现出极高的爱商。我认为大 S 属于对外可以摆平各种社会事务，对内又能调和家庭关系不可多得的贤妻良母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，不管闹得再凶，汪小菲及家人都对大 S 这个媳妇一致夸口称赞的原因。可是，不知道观众有没有感觉，大 S 和汪小菲的关系隐隐中有种令人喘不过气的窒息感，双方不像结婚多年的情侣，反而更像萍水相逢的路人。而且这档节目播出后，网络评论的火力大部分都集中在大 S 的作上。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是什么？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汪小菲。首先，网络上现在普遍将汪小菲塑造为没有本事、到处赔钱、一无是处的软饭男，我认为这对汪小菲是不公平的。在我看来，汪小菲身上其实有很多优点，比如热心、耿直、仗义、阳刚、雷厉风行。但在母亲的影响下，从小混迹京城餐饮业的汪小菲少了一些上流社会的细腻，而多了一些底层社会的鲁莽。这反映在汪小菲性格上便是过于直接，做事情想问题不过脑子。直接这个词对性格评价来说不是贬义词，可汪小菲的直接中略含有一丝莽撞甚至愚蠢的成分。汪小菲这样直接鲁莽的性格带给他与伴侣相处时的2大致命伤：一、自我；二、暴躁。自我体现在你怎么想关我屁事。纵观整个真人秀相处过程，虽然有时也会碍于镜头秀一秀恩爱，但无论面对双方矛盾还是老婆单方面的感情需求，汪小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仿佛置身事外，摆出一种关我屁事的姿态。这档真人秀节目播出后，很多网友都批评大 S 神经质、作。可是如果你细心观察，就会发现，面对汪小菲关我屁事的姿态，如果大 S 不主动一点、不作一点，这对情侣之间根本就没有话说。这样的结果，一方面是因为两人思想性格差距过大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汪小菲性格原因，思想不够细腻，无法读懂女方的小心思。所以每当女方做出自己看不懂、理解不了的行为时，汪小菲都会统一理解为你有病吧。而大 S 碍于虚荣心，想在镜头面前秀恩爱，所以只能选择加大力度继续作。在屡次得不到对方的回应后，最终把自己弄成了一个貌似到处找事的女神经，把一场爱情真人秀弄成了别扭的滑稽戏剧。自我另一方面体现在你怎么做得按我的来。大 S 讲过一个故事，汪小菲家曾经在宴会上以吃素不健康的名义，众目睽睽之下强迫素食主义者的大 S 喝下一大碗鸡汤。对于汪小菲来说，我认为某件事情是对的，等于这件事情就是对的，等于
你就应该做这件事情。看看汪小菲在真人秀中的表现，无论是对于吃饭，还是对于哪怕拍蚊子这种小事，汪小菲都急不可耐地要求对方按自己的想法来，要求对方无条件迁就自己。如果对方有不顺从的表现，汪小菲就进入第2阶段，暴怒。我退出了，我不玩了，在这儿。开玩笑。关于汪小菲脾气暴躁的传闻实在太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大 S 在嫁给汪小菲后，整个人都蔫了。曾经的大 S 敢爱敢恨，自信开朗，爱憎分明，可嫁给汪小菲后，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，被磨平了棱角。这样的现象，我认为便是汪小菲暴脾气的直接后果。大 S 与汪小菲其实骨子里都属于强势性格，这样强势性格的人走在一起，再加上汪小菲的暴脾气，如果双方都寸步不让，分离必争的话，整个家庭必然是整天刀光剑影，血肉横飞。所以为了避免矛盾，顾全大局，大 S 逐渐选择委曲求全，做了退让的一方。这就是大 S 给人感觉结婚后整个人锐气没了的原因，也是大 S 视频里说一直以来都是自己迁就汪小菲的结果。汪小菲这样的暴脾气，生活在他身边就像抱着一个炸药桶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忽然炸得遍体鳞伤。大 S 和汪小菲结婚后，一直以气候不适的理由常驻台北，可我认为大 S 常驻台湾的原因，气候不适只是幌子。如果2人足够相爱，日子过得有滋有润，我相信就算汪小菲去非洲，大 S 也会跟着去的。常驻台湾本质上是为了躲避这段婚姻关系，躲避汪小菲。我认为大 S 在这段光鲜亮丽婚姻中长期承受了外人所不知的巨大痛苦，如果不是为了孩子，怕是早就离婚了。我也很奇怪，2人差异如此之大，当初怎么会选择走到一起？根据网上能查到的资料，我能想出来的唯一推测就是2人初识时，汪小菲展现出了性格中阳刚进取的一面，对大 S 进行猛烈追逐，而彼时的大 S 沉浸在被人追捧的感觉中，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便与汪小菲闪婚。婚后，随着汪小菲不再殷勤，关我屁事和暴脾气一面逐渐展现，2人性格、思想方面的矛盾也逐渐暴露，但此时悔之晚矣，只能负重前行，将错就错了。不过如今这段姻缘已劳燕分飞，多说无益，我们只能祝2位在下一段感情中能有更加完美的成果。可根据我对2人性格的分析，我个人预测，如果大 S 遇到对的人，是可以2人甜甜蜜蜜白头偕老的。而汪小菲如果性格里的缺陷不改，恐怕再谈10段，再谈20段感情，也不免落得以悲剧收场。